不可否认，这些年家装行业随着工艺技术的革新，产品的迭代升级，应运而生出很多新的装修设计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有一些好的设计和产品，兼顾了美观与实用性，不仅提高了装修档次，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。但是，也有一些看似高大上的装修设计，却是外强中干，实用性很低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5个中看不中用的装修设计，奉劝你别再盲目效仿了。1. 超大落地窗。一整面的超大落地窗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。大玻璃落地窗不仅颜值高，采光好，还能拥有极佳的视野，看后怎能不让人心动？但是很多商家为了利益，对于超大玻璃落地窗的弊端却熟视无睹，这也导致很多安装完超大落地窗的业主都后悔了，抱怨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总结来说，无外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。1. 安全隐患。落地窗本身就存在自爆的风险，玻璃面积越大，意味着风险越高，特别是高层住宅要承受更大的风压，为了美观却要牺牲安全性，付出的代价太大。2. 性能弊端。首先，超大玻璃的通风效果较差，这一点不要质疑，因为玻璃面大也不便于开窗。其次，私密性差，一整面透明玻璃会让房间内的状况暴露无遗。3. 成本问题。大玻璃落地窗虽美，但造价也非常高，自身材料价格就贵，同时还要承担运输、吊装、安装和维护上的费用，就算一个普通小阳台也至少要大几万元。综上所述，这就是小东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超大落地窗的原因。2. 金刚网纱窗。金刚网又称防盗纱窗，凭借质地刚硬、结实耐用，同时还兼具非常好的防盗效果，市场上一经推出就深受业主们的喜爱。然而，很多人在装之前只了解了它的优点，对它的缺点却一无所知，结果尝试后才发现自身缺陷还比较明显，甚至让人无法接受。其一，通风性差，影响采光，这2点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。厚重的不锈钢网格把外边的光线和空气都挡住了，有业主对它的评价简短到位，家里很暗，密不透风。其二，防蚊效果差，这种金刚网纱窗的网眼比较大，根本没办法挡住体型较小的蚊虫，尤其是夏天，只要一开窗就到处是小飞虫，着实让人头疼不已。其三，清洁难度大，金刚网堪称是灰尘集聚地，3天不擦，网格上全是灰尘、毛絮，不用刷子都很难清除上面的污垢，所以很多用过一段时间金刚网纱窗的业主才会吐槽说，花那么多钱买个鸡肋纱窗真的太糟心了。对于纱窗的选择，小东建议首选综合性价比更高的高透网。相比于传统的金刚网，它的质地更为轻薄，且不会影响到透风和采光，同时兼顾了防蚊虫的效果。3. 吊轨推拉门。用过传统推拉门的业主都知道，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时间一长，突出的轨道凹槽里非常容易积灰，且藏污纳垢，不好清理。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推拉门厂家经过工艺升级、改良换代后，研发出更加高大上的吊轨门，似乎弥补了地轨门的缺陷。不可否认，吊轨推拉门美观性更好，因其轨道在上方，因此地面也无卫生死角，方便清洁打扫。但很多人还是忽视了它自身的缺陷，那就是承重问题。首先，铝合金门自身的重量就不轻，如果墙体不够稳固，时间一久，必然会出现推拉门下坠、摇晃等情况发生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其次，上方轨道设计必然对安装标准要求极高，稍有偏差，导致两侧高低不平的话，就会让移门偏向一边滑动，而且维修难度也非常大。所以，奉劝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。小东建议可选择嵌入式同条轨道的推拉门，既兼顾了安全和稳固性，同时也不用担心凹槽藏灰不好打扫。4. 悬空电视柜。大尺寸电视或者投影幕布搭配悬空式电视柜，这些年已经成为了新的流行趋势。悬空电视柜造型简约大气，而且不落地的设计，更加节省空间，兼具美感的同时，不仅多了收纳空间，还没有卫生死角，所以这么多优势让它成为很多家庭客厅电视墙装修的首选方案，也不足为奇。设计安装前必须要看一下你家的背景墙是承重墙，要确保结实安全，否则后期电视柜变形下坠掉落是迟早的事。所以如果你家不是承重墙面，千万不要轻易跟风。换句话说，悬空电视柜虽美，但却要牺牲安全性去换，显然是不值得的。5. 玻璃门衣柜。不否认
透明玻璃门自带高级感，能迅速提升衣柜的质感，而且比普通柜门更有空间感，视觉上也更加通透，特别符合年轻人装修。对于高颜值的审美需求，但好看归好看，回到现实生活中，没用过的人不会知道它有这些缺点。首先，你要有天天收纳整理的决心，否则的话，内部就会显得非常凌乱，毫无美观可言。其次，你要足够的勤快，因为玻璃材质简直就是指纹的收集器，几乎是一摸一个手印，不勤擦的话，看上去就会非常的脏。另外，玻璃柜门还容易反光，如果用在卧室衣柜门、起夜上厕所、睡梦中，还会被玻璃中的倒影吓一跳。除此以外，玻璃门衣柜自身的价格也不低，往往是木质衣柜的2-3倍，所以综合来看，不管是实用性还是性价比的角度，都不如普通衣柜门，省心省事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发现没有，这期分享的5种装修设计，虽看上去很高大上，但却违背了人性化的设计需求，中看不中用的产品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鸡肋，希望大家不要踩坑。装修是个无底洞，能省则省。如果你是刚需装修，那么下面要说的这几个傻事，可千万不要再做了，否则的话，可能钱没少花，等到后悔的时候，却发现一切都晚了。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。作为一个服务过上百位业主的装修博主，本期就来告诉你装修中哪些东西不能装，哪些事情不要做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差钱，什么都想要好的，那么这些装修建议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，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划走了。1. 不要选太贵的瓷砖，尽量避开深色砖。瓷砖经过这个市场几十年的技术发展，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，它的工艺和质量标准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买太贵的。特别是一些大品牌的高端款，动辄就要卖到几百元一片，和几十元一片的相比，也仅仅是规格和花色不同而已。选瓷砖只要花色喜欢，性能参数达标就可以了。瓷砖选购建议：1. 首选800×800的地砖，不仅价格便宜，工费也便宜，后期做好瓷砖美缝，从装修效果上来看，区别真的不大。2. 尽量不选深色的，特别是小户型，深色地砖会让房间显暗，压抑不说，还不耐脏，总觉得上面一层灰，老是擦不净。3. 亮面砖也不要选，无论你装什么灯，它都能映射出来特别丑，而且后期全屋定制和家具也非常难搭配。建议选素色哑光或柔光砖，不会反光，空间还显亮堂。2. 不要做太复杂的天花顶或造型顶，你还在信奉无吊顶不装修的传统观念吗？但事实上，很多人都搞错了，吊顶的真正作用就是用来遮丑、隐藏设备的。不可否认，以前装修吊顶是标配，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真的不要再考虑那些复杂的天花顶了。你做吊顶的目的是啥？是嫌家里的房子不够小，层高不够矮吗？而且你要知道，吊顶越复杂，造价越高，后期不仅积灰难打扫，还非常容易过时。吊顶的装修建议：1. 如果家里装了中央空调或者风管机，必须要做吊顶，可以根据需求做局部边吊，不要做拉平满吊，实现功能即可。2. 如果实在觉得不做吊顶，空间太单调，可以沿墙顶面四周做一圈双眼皮石膏线，这样做既节省了预算，又实现了装饰效果，还不占层高。3. 不要做复杂的电视背景墙，轻装修、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。现代装修原则上是越简单越不会过时。不信的话，你想一想看，电视背景墙从10年前的花开富贵大理石，再到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，前年的岩板格栅背景墙，是不是现在都过时了？实话实说，现在家庭电视的存在感都越来越低了，更何况是毫无意义的电视墙。我把话放这，不出3年就没有电视背景墙这个东西的存在了。电视墙装修建议：1. 如果你家很少看电视，不如直接大白墙加一个100寸的投影幕布，简约高级，还不会过时。或者是75寸电视加一组悬空电视柜，既省钱又实用。2. 如果家里面积小，柜子不够用的话，建议直接做一面墙的收纳柜，既有装饰作用，又能满足储物需求。4. 不要选科技布材质的沙发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刮起来的风，市场上开始流行科技布沙发，商家包装出来的营销说辞是既有真皮的质感，又有布艺的舒适度。事实上，它既不是皮也不是布，就是人造仿皮上做了涂层工艺，这种材料十分不成熟，寿命特别短，还不耐脏，基本上用个3-2年就开裂掉皮。咱用脑子想想，合成的东西质量能好到哪去？沙发选购建议
一、材质要么买真皮，要么买布艺。真皮质感好，档次高；布艺温馨百搭，舒适透气。其他材质一概不要考虑。二、款式建议选直排加单椅的搭配，客厅选轻盈不拥挤、带贵妃位的 L 型组合沙发，只适合大别墅或大平层的大户型。三、建议在高脚或落地款之间做选择，传统的矮脚沙发底部卫生难清洁。五、浴室柜不要装台上盆，或者是岩板一体盆。首先，台上盆一定不要装了，都是几年前的产物了，基本已经淘汰了。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台盆四周藏污纳垢，特别不好清洁，而且台盆还很浅，平时想洗个头、洗个脸都容易溅一身水，非常不好用。再来说下岩板一体盆，这东西就是外强中干，别看它颜值高，但缺点一大堆。首先说是一体盆，根本不存在，都是拼接的，这就导致它打胶的地方容易脱胶、漏水、发黄，严重的还会掉底儿。其次，岩板没办法做弧度，所以下水非常慢，盆底会经常积水。另外，因为都是直角缝隙，造成全是卫生死角。洗漱盆选购建议：一、建议首选陶瓷一体盆，经过市场考验，工艺成熟，而且好打理，不存在藏污纳垢的缝隙，清洁起来也省心省事。二、建议规格尽量选大尺寸的，深度最好在17厘米以上，洗漱时不容易溅水。六、不要装造型太复杂的吊灯，千万不要觉得家里装修的太普通，装个水晶吊灯就显得富丽堂皇了。过去装修，人家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炫耀、臭显摆，让人感觉装修肯定花了不少钱。现在装修追求的是舒适性、实用性，你再装水晶灯、欧式吊灯，不就是个笑话吗？不伦不类、不土不洋的和什么风格都很难搭。装修灯具建议：一、如果你家是别墅或大宅，建议也别装水晶吊灯，又贵又难打理，还占空间。有那个预算，不如做个全屋无主灯设计。记住，无论你家什么挑高，只有装大平棚，家里才显得大气。二、普通住宅建议就选择造型简单的吸顶灯，好看的款式也很多，灯光明亮又好打理。最后想说，装修房子是用来居住的，不是用来欣赏的，没必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装修效果，去浪费辛苦攒下来的血汗钱。即便是装好了，也不会提升你入住后的生活质量，不如把钱省下来，买一个好点的洗碗机、洗烘套装、智能马桶，这些天天用到的东西才会真正的提高你和家人的生活品质。还是那句话，刚需家庭装修一定要务实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切忌盲目跟风。时代要淘汰你，可能连声招呼都不会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很好的应验了这句话。曾经那些红极一时的家居用品，从辉煌到暗淡，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到底是自身的缺陷导致的，还是时代环境变了，人们的需求也改变了？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总结5个跌下神坛的卫生间产物，也许淡出中国家庭真的只是时间问题。一、岩板一体盆。高大上的岩板一体盆不仅颜值高，且极简范儿十足，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审美。而且岩板还有耐磨、硬度高、吸水率低等优势，一出现就成为了抢手货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很快岩板一体盆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，被大量用户吐槽使用体验太差了。第一，下水问题。因为岩板硬度高，无法做弧度，只能切割成平面，因此水池底部没有倾斜度，这也导致会经常性的积水。第二，溅水问题。很多人买之前没意识到，其实岩板一体盆的深度都不够，使用中只要一开水龙头，水就很容易溅出来。第三，卫生死角问题。所谓的岩板一体并非真正的一体，而是切割后的几块岩板粘接在一起的，时间一长，拼接的地方难免会发霉变黑，藏污纳垢。第四，漏水问题。岩板拼接胶水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，还会导致开胶漏水，甚至脱落掉盆。所以这些原因也注定了它无法代替性能更为成熟的陶瓷一体盆。当好看和实用性做选择时，显然大家更倾向于后者。二、长虹玻璃门。我记得当年卫生间装修中到底应该用木门还是推拉门，让很多业主纠结。木门的防潮效果差，金属推拉门又不够档次。当升级换代产品，长虹玻璃门的出现似乎完美的解决了所有问题。长虹玻璃不仅颜值高，加上自身的通透性，还有那种朦胧的美观，此物一出，立刻在家装领域引起了一阵跟风狂潮。然而它并非没有缺点，现实中选购长虹玻璃门踩雷的业主也不在少数。
其一，颜色坑。长虹玻璃颜色分普白和超白两种，很多人不懂，都默认选了会泛绿光的普白，极其影响美观，特别丑。其二，隐私坑。很多人为了保留长虹玻璃的通透性，都选了单层玻璃，结果导致有人上卫生间的时候，外边看得清清楚楚，特别尴尬。另外，烂大街的长虹玻璃也导致了人们的审美疲劳，油砂玻璃门的出现也注定了它的江湖地位不保。油砂玻璃的特点是兼顾了美观和隐私性，完美的替代了长虹玻璃的功能。三、壁挂马桶。卫生间的壁挂式马桶因其颜值高，不落地，更加简洁大方，而且没有卫生死角等优势，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。但是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甚至很多安装壁挂马桶的家庭都后悔了，吐槽说没有落地式马桶实用。究其原因，在我看来，还是因为壁挂式马桶自身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。首先，壁挂式马桶冲水声音大，市面上基本都是直冲式的，比虹吸式声音大很多，特别是起夜上厕所的时候，很影响家人休息。其次，安装的高度很尴尬，位置太高的话，上厕所的时候还需要踮脚，离地面太低的话，扫地机器人都进不去，也失去了壁挂式的意义。另外，维修困难，壁挂式马桶是预埋在墙里，只保留一个检修口，一旦后期漏水，想要维修也比较复杂。除此之外，壁挂式马桶的售价也不便宜，品牌的基本都在4、5千元，砌墙安装等成本费用还要另算，这也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。所以很多人也想明白了，与其花这么高的预算去当冤大头，还不如直接买个智能马桶更划算。四、灯暖浴霸。说到卫生间的取暖设备，早期的灯暖似乎成了浴霸的代名词。灯暖浴霸加热升温快，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感受到热量，而且经济实惠，性价比高。想当年几乎成为了卫生间的标配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灯暖浴霸的缺点也显现出来，有些致命的缺陷很难让人接受。灯暖浴霸舒适感太差，这一点我深有感触。我家之前用的就是灯暖，淋浴的时候给我感觉就是头热脚冷。另外，灯暖浴霸打开后会发出强光，光线非常刺眼，照得人难受。关键还是被大家诟病的安全性问题，使用时温度过高，灯泡有爆裂的风险。而后来居上的风暖浴霸不仅安全性能高，受热面积大，升温均衡且稳定，所以也注定了灯暖浴霸的没落。五、家庭浴缸。很多人可能想不明白，几平米的卫生间还要装浴缸，看起来很离谱，然而现实中却是真实存在的。多少年来，它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可如今，家庭中的浴缸消失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相反的，动辄7、8千元的品牌浴缸向来不缺消费者，为什么有人愿意买单呢？说白了，还是虚荣心作祟。有些人是为了赶潮流，有些人为了提升装修效果，根本不考虑实用性。这也导致浴缸在实际的使用中被称为卫生间闲置率最高的家居用品。现实中，很多家庭用过1、2次后，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浴缸放水清洗过程中比较麻烦，且需要浪费大把时间，显然不如淋浴房来的简单省事。而比起每天泡澡，淋浴也更符合国人的生活习惯。据我了解，现在家庭中安装浴缸的情况有所改观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浴缸占地方、清洁费劲、使用率低等问题。渐渐的，大家也回归了理性，所以浴缸跌下神坛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不知道这些卫生间产物，你家是否也用过？还能说出几种曾经红极一时，如今却跌落神坛的家居用品呢？现在的家用电器迭代更新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在这个科技爆炸的时代里，恨不得每天都会涌现出性能更加卓越的家电产品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某种家用电器曾经红极一时，但如今早已没落，并且到达了被淘汰的边缘。本期小东给大家分享5种跌落神坛的家电，有些是自身原因，有些是技术发展所致，不过终究还是逃不过被时代淘汰。一、制冷冰箱。冰箱是生活中离不开的刚需家电，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以前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制冷冰箱，如今市场上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为什么制冷冰箱近乎面临淘汰的边缘呢？究其原因，制冷冰箱最大的硬伤就是太容易结霜，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，冰霜的厚度会越来越大，最后导致正常的使用都成问题，储存空间更是一步步被压缩。冰箱行业随着新技术的崛起，研发出更为先进的风冷冰箱，解决了冰箱自身结霜的问题，显然更能满足大众的需求。
因此制冷冰箱逐渐被市场淘汰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当然了，风冷冰箱也做不到十全十美，也存在冷风吹菜容易让食物干瘪的问题。不过各大厂商也陆续推出了带有保鲜技术的风冷冰箱，只不过价格要贵出不少。2. 洗烘一体机。传统的洗衣机只有洗涤和甩干功能，洗完的衣物取出来还是湿漉漉的，这就和生活所需有一定的差距。有需求就有市场，很快洗衣机厂家就研发出来了洗烘一体机，买一台机器就能解决洗衣和烘干问题。一经推出，很快就爆红市场。可是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洗烘一体机扛回家后，才发现这东西完全和想象的不一样。大家慢慢会发现，这种一体机烘干大多是冷凝式的，烘出来的衣服毛糙又缩水，皱皱巴巴的，还干不透，而且只是洗几件简单的衣服，加上烘干却要数个小时的时间。当然，结衣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的，随着独立热泵式烘干机的出现，洗烘一体机很快就日暮西山了。独立的烘干机烘干衣物的效率高，且效果极佳，而且还增加了线屑过滤功能。尽管价格有点贵，但更能满足大众对于衣物烘干和洁净的需求。也正因此，洗烘一体机才慢慢被市场抛弃。3. 壁挂式洗衣机。很多人买壁挂洗衣机就觉得它省空间，然后孩子和大人的衣服能分开洗，干净卫生。但是它有一个硬伤，就是不安全。你上网查一下，大家对它的使用评价能把你吓晕。因为壁挂式洗衣机是安装在墙上的，它工作的时候里边的电机是一直在震动的，时间长了之后，里边的墙体包括螺丝就会松动，因此就有掉落的风险。除此之外，它的容量小，空间小，排污结构紧凑，说白了就是内部更容易脏，长时间使用更容易滋生细菌。而且这东西卖的还很贵，市场价格最低的也在2000块以上。所以大家也慢慢意识，有这钱你还不如买一个迷你的波轮洗衣机。壁挂洗衣机主打的紫外线杀菌，包括高温蒸洗功能，人家也都能解决。而且同样体积小，不占地方，不用的时候直接放柜子里。关键是价格便宜，而且没有安全隐患。4. 水槽式洗碗机。这几年家庭式洗碗机也逐渐普及起来，甚至一些年轻人把洗碗机列为装修中必选的家用电器之一。水槽式洗碗机的主打卖点是能洗过梳，不占用橱柜空间，而且拿取碗筷时不用弯腰，所以很快就被年轻一代所认可，成为洗碗机市场上的热销产品。但实话实说，前后火了还真没有太长时间，因为洗碗机这东西属于一种舶来品，发展到国内技术上还不太成熟，自身也有不少缺陷。水槽式洗碗机就是如此，而这些缺点也注定了它很快会被淘汰。首先，水槽式洗碗机容量是真的小，一般只有6、7套，如果是2口之家也就勉强够用，放大点锅更是别指望了。如果家里来客人了，用碗量大，还得排队后洗。其次，商家宣传的水槽式洗碗机省空间，实际上水槽下方的占地面积也跟嵌入式洗碗机差不了太远了。另外，后期的维修维护成本也高，毕竟它和水槽是一体式的，一旦哪天坏了，连带水槽也不能用了。更关键的是，售价还不低，市场上6、7套容量的也要卖到5000以上，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到一台13套的嵌入式洗碗机了。而且洗碗和烘干技术也更为成熟，还有分层洗、存储等这些水槽式洗碗机没有的功能，所以自然而然的被慢慢取代了。5. 顶吸烟机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顶吸烟机会这么快就跌下神坛。要知道，这在当年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厨房电器。顶吸烟机虽然价格低廉，款式美观，但是始终逃不过油烟过脸、排烟距离过长等自身的弊端，而且还有炒菜时容易碰头，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滴油等诸多问题。业界各大烟机厂商为了解决消费者的这些诉求，陆续研发出了侧吸式、顶侧双吸式、集成灶等多种全新技术和款式的产品，从根本上解决了主妇们担心天天炒菜油烟过脸，慢慢变成黄脸婆的实际需求。而且这些新型的烟机产品也改良了排烟口离灶台过远、油烟吸不干净等问题。当然了，现在的顶吸烟机也不能说完全被淘汰，因其控烟范围大，拢烟效果好，基本上已经沦为了饭店后厨的专用。新房装修，阳台到底要不要封？想必这样的纠结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，也一直是家居行业比较有争议的话题。
有的人会说必须封啊，不封会漏风漏雨，还很难打理卫生。然而，也有的人会说，我就不封阳台，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，沐浴着四季的阳光，封了还叫什么阳台？正巧，我家现在也面临着封不封阳台的选择。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，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封阳台和不封阳台的好处和弊端，也希望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困惑。封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？关于这几点，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，所以会重点讲下。一、安全性高，且有保温隔音作用。首先，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，就是安全性，尤其是高层有孩子的家庭，就算有防护栏，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，孩子的安全无小事。封完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，且保暖性极强，这是肯定的。在北方的冬天温度格外的低，封完不仅能增加保暖性、安全性，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。离马路近的伙伴们是最佳的选择，就不用担心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。二、卫生好打理，封完的阳台还很好打理，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，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、地板，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，省时又省力。而且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，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，否则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。封完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。三、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，扩大了使用面积，适配装修风格也多，看起来整体规整，美观大方。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。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、品茶、瑜伽等，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，放洗衣机、晾衣架，一侧打上储物柜，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，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。在当下特殊时期，居家休息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特别的安逸，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。那么封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？一、影响采光和通风，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，阳光不能直接照射，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，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，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，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可能还会觉得压抑。因此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，但是新风系统的风量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，所以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，效果不佳，根本就是智商税。二、阻隔视野，封完阳台一定会阻挡观赏性，看窗外的景色不会那么直观，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，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。三、增加装修成本，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，也就意味着大，那么封起来的成本会高，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一般价格也是不等，就算普通的断桥窗，差不多也要大几万，看你选的材质、材料决定最终价格。不封阳台的优点：一、适合老年人养花种草，因为我家有老人，会很喜欢外阳台，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，随意搭配，依靠自然环境生长，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。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，独立的阳台空间可以在闲暇时间打发一下城市的喧嚣。围巾难能可贵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这样边看花边看世界，寂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绿色成果，这样的生活想必是惬意的，令人羡慕的吧。总结一下，在我看来，不封阳台的缺点还是蛮多的，总之是弊大于利。首先就是安全有隐患，保暖性差，噪音大，灰尘大。其次，高层风也会很大。还有一点就是蚊虫和飞蛾会趁虚而入。另外，阳台还要选用耐腐蚀的材料，否则腐烂的就是想翻新也会很麻烦。所以就我个人而言，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。封阳台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：一、先来说下选用什么样的材料，这也关乎到使用年限和生活的舒适度。现在阳台装修用到的材料基本就是断桥窗、系统窗、塑钢窗三种主流形式。断桥窗优点有很多，由于断桥窗框架结构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，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降噪效果，比较合适北方，屋内屋外室外温差大，而断桥窗凭借良好隔热性能，防止窗户出现湿气。我认为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性价比比较高的。系统窗其实和断桥窗有很多相似点，隔音降噪、隔热采光效果都很好，区别在于由于制作工艺、五金用料、研发设计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强，稳定性更好，并且由于零件都是固定好的，系统窗安装也会稍加容易些。
而且系统窗安装后都会考虑窗户等压，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平衡室内外压力作用，水密性、气密性更加具有优势。当然，系统窗比普通的断桥窗价格也要贵很多，比较适合大宅或别墅的住户。塑钢窗，塑钢窗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。凭借价格经济实惠、良好的性能占据了市场很多年，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，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就不如断桥窗，且使用寿命短，用久了会出现变形、变脆的情况，比如适合预算较低或是临时性过渡住房的朋友选择。再来说一下窗户的玻璃选哪种形式。现在市场主流的基本都是钢化玻璃，和普通玻璃相比强度更高，且热稳定性更好，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，碎了一般也不会伤到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选择钢化玻璃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。至于玻璃组成样式，具体选择双层中空还是3层中空玻璃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。像普通住宅选择双层中空的就可以了，它的隔音、隔热、采光效果就很好了。但是如果临街或者周围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，建议最少还是选择3层中空的夹胶玻璃，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。最后就是安装环节，3分材料7分安装，这一点也尤为重要。首先，安装前要认真测量，预留好足够空间。其次，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墙体框架结构，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、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。另外，安装时用到的密封条、玻璃胶、密封胶等材料也要慎重选择，尽量选择大品牌的，千万别贪图便宜，用劣质材料，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年限以及密封效果。说在最后，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，其实要不要封阳台，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，同时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。比如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，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，那么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、保暖性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。随着季节更替，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。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。木地板作为装修中的主要主材之一，具有诸多的优势，比如温馨、时尚、档次高且脚感舒适等。但是不可否认，近些年的家庭装修中，越来越少人去选择通铺地板了。即使是在一年四季温差明显的北方，很多朋友也只是选择在卧室铺木地板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曾经红极一时的木地板，为何现在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呢？本期根据本人10年地板销售经验和真实网友反馈，和大家聊聊地板的优势和弊端。相信看完这些缺点，你就不意外了。先来说说木地板对比瓷砖的优势。第一点，温馨舒适且安全性高。木地板源于天然的木材制作而成，从视觉上看，纯天然的木材纹理自然灵动，装饰在家里给人带来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。尤其是木类地板更显高档，而瓷砖大都是人工仿造石材纹理制作而成，天然大理石贵且易碎，花纹重复率高，显着呆板不灵动。从舒适度上讲，木制品更温润养人，即使是在北方，冬天暖气没来的时候，踩在脚下也不凉，舒适性更高。而瓷砖属于人造石材，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，脚感偏硬且凉，舒适性不如地板。从安全性上看，木地板相对比瓷砖而言更软，有一定缓冲能力，且防滑性更好，即使不小心磕在地面上，也比磕在瓷砖上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，更适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使用。像咱家隔壁的阿姨，装了3套房子了，全是通铺的木地板，一是因为腿脚不好受不得凉，二是也要经常带小外孙，爬爬跳跳的地板比瓷砖也要安全不少。第二点，针对北方特有的地热环境，地板更方便维修。现在的木地板大多数都是锁扣式连接，无需打胶安装，方便拆装。如果家里一旦发生地热管道漏水现象，可以把地板拆开，维修好地面再铺装回去，花个安装师傅的起铺费即可。而瓷砖是贴着水泥粘死在地面上的，如果维修底下的地热管道，就需要刨开瓷砖进行维修。瓷砖毁坏后不能2次利用，需要重新购买，再找瓦工师傅铺贴，费用更高，且瓷砖批次不同，颜色也不一样，会跟原先家里的瓷砖形成色差，影响美观。给大家讲个我身边近期发生的事，姐姐家新房入住没多久，就被楼下邻居找上门来了，原因是把人家顶棚给泡了。
后来找到原因是地热管被回填的沙石落出一个小窟窿，水一点一点就渗到楼下，给人家顶棚泡坏了。由于铺的是瓷砖，刨开维修好地面之后，瓷砖就毁坏了，就又买了一块。虽然是一个品牌同样型号的砖，但批次号不一样，那一块砖跟其他就有色差，影响整体美观度。我们再来谈谈木地板，为何现在装修中越来越少人选择它的原因，以及躲不掉的弊端。一、因环境变化，易变形、易开裂。木制品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随着季节环境的变化，发生湿胀干缩的现象，地板受潮会发生鼓包起皮的现象。反之，特别干燥的地热环境也容易产生地板开缝开裂的情况，售后问题多，情况严重的话还不好修复。相对比之下，瓷砖是粘在地面上的，不会变形，而且瓷砖不怕水，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发生，基本没有售后问题。二、对铺装地板的地面要求高。铺装地板之前，地面是一定要找平的，其中做自流平效果最佳，但费用也高。根据地区不同，费用大约在25至35元每平方米左右，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地板的造价。但是如果地面不平的话，地板铺装后会出现踩着呼悠有响声的情况，长此以往会影响地板使用寿命。而瓷砖不需要特殊找平地面，只需找到手艺好的瓦工师傅正常铺贴就可以。三、环保问题，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。众所周知，除去纯实木地板、多层实木地板、3层实木地板和强化复合地板，在加工的时候都是需要用到胶水粘合的，而胶水里都是有甲醛的，甲醛对人体是有伤害的，所以这就要考验选地板人的细心程度了。因为一旦图便宜买不好，就存在甲醛隐患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、小孩以及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，更要严谨。而瓷砖没有甲醛，所以就没有此类问题需要担心。这也是一些家庭不考虑用木地板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四、木地板后期维修维护成本高。说到维修成本高，是在于地板出问题的概率高。打个比方，家里如果发生跑水现象，地板大面积泡水，就会出现起皮变形的情况，不能恢复正常使用了，就需要重新更换新地板。而且实木类地板因表面都是真正的实木表板，为了使它长久使用历久弥新，所以是需要定期保养打蜡或精油的。相比较而言，瓷砖只需要做好日常卫生就可以，不需要定期保养。综上所述，也能对比出来为什么当下装修中木地板的使用占比越来越少，反观瓷砖的使用面积越来越多，这些就是主要原因。而且现在铺地暖的家庭也越来越多，相比之下，地面铺装瓷砖也更省心。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你在装修是用地板还是瓷砖？